欢迎收听这次咱们的深入探讨。今天啦，我们要一起钻研的是那个Netflix 新出的华语剧《回魂记》。我们手头有不少资料，有官方的说法，也有像 Cyber Review， 还有那个 Netflix 追剧笔记本的分析。当然也少不了豆瓣这些平台上观众的第一手反馈。来源挺杂的。对，挺杂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呢，就是帮你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信息梳理一下。这部剧它最核心的那个点是啥？大家觉得好的地方，还有吐槽比较多的地方，又分别是哪些？它为啥能引起这么多讨论？目的就是让你快速抓住重点，不管你是想看，还是就是想知道大家在聊什么，了解个大概。没错。先抛个引子吧，这剧的核心设定，老实说，真的挺抓人。一个死刑犯用某种仪式给复活了，活7天，然后呢，交给被害人的家属去私下处理。哇哦！再加上主演是舒淇、李心洁、贾静雯，这3位影后放一块儿，光听这个话题性就拉满了，对吧？是的，这组合本身就自带流量了。那具体来说说这个复活7日的设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故事主要就是讲2个母亲，她们都失去了自己的女儿，然后她们就用了某种禁忌的巫术，把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凶手给弄活了。目的就是让这个凶手在活过来的这7天里，不光要面对自己的罪，还得面对家属的审判，面对这个好像已经把他忘了的世界。故事背景呢，设定在一个虚构的感觉有点湿漉漉挺压抑的东南亚城市，导演是陈正道和许兆任。是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些评论资料里指出的，这个核心设定它其实只是个引子，一个起点，剧情线索铺得特别开。怎么说？它不只是讲一个私人复仇，你会看到里面塞了很多东西。比如东南亚那边不是经常有那个诈骗园区嘛，剧里有这个然后警察内部的调查、权力斗争啊，甚至还有就是说教会势力和政商勾结的一些影子。哇，这盘棋下得很大啊。对，所以评论就认为这剧有野心，想把这种个人的极端悲剧放到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大环境里去看。Cyber Review 就有篇文章说，这是从母亲的视角出发，想把复仇、忏悔、救赎，还有对体制的批判都给揉在一起的那么一个悬疑剧。听起来格局确实不小。那我们先看好的方面，评论里普遍觉得优点在哪儿啊？首先肯定就是这个设定本身了，是吧？够新够敢想，把那种有点奇幻色彩的巫术复活硬塞到这个充满现实问题的环境里，什么诈骗啊、腐败啊，这种碰撞一下就制造出很大的情感张力，还有伦理上的那种两难困境。对，逼着你去想一些没标懂答案的问题。没错。对，这种高概念设定，就是说核心创意特别突出，一下子就能抓住人眼球的，这确实是它最大的一个卖点。他用一个看着就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去撬动对一些更深问题的探讨，比如正义啊、人性啊、代价啊这些。而且啊，普遍的评论都提到视觉上做得不错，那个摄影、调色还有整体的制作质感，都说达到了 Netflix 全球发行的那种剧集该有的水准。这个很重要。是啊。Netflix 追剧笔记本那边就特别强调了，说这种精良的制作对影响那个压抑的紧张的氛围起了关键作用。对华语剧来说，这也是个进步，值得肯定。当然了，还有就是那3位影后，对，这个是王牌，他们往那儿一站，本身就是品质和话题的双重保证了，对吧？好，那优点说的不少了，接下来咱们得面对现实了。评论里指出的问题好像也挺多的，而且好像还挺一致的。确实是这样，批评的声音主要就集中在那个野心太大，但执行力跟不上。具体点说呢？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像刚才提到的，他想塞的东西太多了，诈骗园区、政治黑幕、宗教敛财、母亲的创伤、家庭秘密，你能想到的各种社会阴暗面、人性挣扎，他都想沾点边儿。但评论就觉得结果呢，就是
议题一大堆，但每个都没挖深，浅尝辄止。这就导致整个剧看下来，焦点有点模糊，力量感就散掉了。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一部剧到底能承担多少议题？当你想讲的东西太多，深度跟不上的时候，观众可能反而会觉得，不知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还注意到，好多观众，尤其是在豆瓣啊、知乎上看那些短评，很多人在吐槽说这个反转太多了，逻辑感人。评论里是不是也提到了这个？对，这个是另一个被反复鞭尸的点。为了追求那种戏剧性，还有所谓的爽感，剧本里设置了大量的反转。但是评论指出，不少反转感觉就是硬呕出来的，甚至是为了反转牺牲了人物行为本身的那个逻辑性，还有目的的合理性。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可不是嘛？当观众开始觉得，这角色不该这么干啊的时候，你反转的再漂亮，也只会让人觉得出戏。很多人就提到，人物逻辑是为反转服务的，看到后面觉得特别累。还有就是后半段那个节奏明显就乱了，情感铺垫根本跟不上剧情那么跳。这就说明为了追求那种惊奇的效果，把叙事的根基给牺牲掉了。这个是很多观众和评论都没法接受的一个硬伤。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些有点乱的线索，还有被吐槽的反转先放一边儿，评论觉得这部剧它真正想探讨的核心是啥？就是那个私刑复仇的主题，它到底是怎么处理的？评论认为这剧最核心想探讨的，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当法律这种公权力给不了受害者和家属想要的那个交代的时候，司法正义，也就是剧里这种私刑和复仇，它会以什么样子出现？要付出什么代价？有意思的是，他没把复仇简单的处理成一种痛快的发泄，他通过展现那7天里那个施加刑罚的家属和那个被复活的犯人之间的互动，还有家属自己内心的那种挣扎。他试图揭示复仇其实是把双刃剑，恨可能带来一时的力量，但很可能最后反过来吞噬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和内疚。Netflix 追剧笔记本的分析甚至觉得结局好像是想往放下和和解那个方向去引导，强调复仇的终点往往不是圆满，而是更深的空虚。所以说，这对咱们观众来说，可能就不只是看个热闹了，它会让你去想，我们平时说的正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法律这条路好像走不通，那其他的小路会通到哪儿去？代价又是什么呢？对，评论也点出来了，这剧是想把个人的悲剧和更大的社会问题，比如资本的冷漠权力的腐蚀体制的漏洞给联系起来，这就让它好像有了超越一般娱乐剧的那个潜力。有这个尝试。不过呢，就像有些评论说的，这种宏大的社会批判，如果没处理好，反而可能会把核心那个复仇故事本身的情感浓度和戏剧张力给冲淡了。这也是创作上的一个平衡难题，对吧？没错，特别难把握。当然了，聊这部剧肯定绕不开那3位女主角，舒淇、李心洁、贾静雯。评论对他们的表演怎么看？总的来说评价是相当高的。3后合体这个噱头本身就够响亮了，而他们也确实拿出了影后级别的表演。评论普遍都认为这3位演员在处理各自角色那种复杂的内心戏还有情绪爆发点的时候都很有说服力，是带动观众情绪的关键。能不能具体说说，比如他们各自的角色特点还有表演上大家怎么评价？行，根据评论分析李心洁的角色更像是那个复仇行动的发动机，情绪比较外放，行动力很强，承担了很多特别激烈的戏份。舒淇的角色呢就相对内敛压抑一些，评论称赞他特别擅长用眼神还有细微的表情去传递角色心里那种巨大的痛苦和挣扎。不过呢，也有观众反映，觉得他在某些特别极端的情绪表达上，好像处理的稍微有点克制。这个点上大家看法不太一样。有争议。对，有点讨论空间。然后贾静雯的角色呢，她更多是代表了法律和理性那一边的挣扎。她在那个道德困境里的摇摆和选择，给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挺重要的反思角度。Netflix 追剧笔记本对他们每个人的表演有更细的分析。听起来主角的表现确实是加分项，但是一部剧光靠主角也不行吧？配角呢？这就说到点子上了，这也是评论指出的另一个问题。
虽然说三位主角光芒四射，但是，一些关键的配角，尤其是反派人物，刻画的就被批评说有点猜平平了。哦，比如就是动机交代不清楚，行为逻辑有时候也怪怪的，显得很突然，这就导致一些重要的剧情转折点缺乏足够的可信度。豆瓣这些平台上，观众评论就更直接了，直接说配角工具人化，或者人物逻辑断裂，影响整体观感。这就说明啊，就算你有顶级的演员阵容，如果剧本在角色塑造上有明显的短板，那还是会拖累整体评价的。明白。那表演之外呢？制作层面呢？前面提到视觉效果不错，但好像剪辑和节奏是，重灾区。是的，制作上感觉有点分裂。技术层面，比如说摄影的光影运用啊，美术设计对那个环境氛围的营造，还有调色定下的那种压抑的基调，这些都得到了普遍认可，大家都觉得达到了国际水准，很符合 Netflix 的那种风格。豆瓣上也有不少技术分析肯定了这些。但是，总有个但是。但是，讲故事的方式，就是叙事的节奏和剪辑，成了主要的丢分项。评论指出，开头他用了那种非线性叙事，可能本来是想造成悬念，快速交代背景什么的。但实际剪出来的效果感觉有点乱，信息太碎了，给观众理解故事造成的不小的困难，甚至让人觉得观影门槛有点高，看得累。这个体验不好。对，而且剧里有不少尺度比较大的，比如暴力或者限制级的镜头。虽然说突破了以往华语剧的一些界限，但评论认为在拍法和剪辑处理上有点生硬。生硬就是说没能完全发挥出这些画面本该有的那种冲击力，或者说更深层次的情感表达，有时候反而显得有点刻意，为了大尺度而大尺度。这倒是挺有意思的观察。技术本身没问题，但用技术讲故事的方式出了问题。可以这么理解。这篇评论还试着把《回魂记》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里去看。他觉得这部剧可以当成一个案例，来观察华语影视内容在国际流媒体平台这个新赛道上是怎么探索，又面临哪些挑战的。特别是当那个传统的审查好像绕开了，创作空间变大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自然而然的能讲好复杂故事了？评论的观点好像是否定的。他指出，就算题材尺度放宽了，但叙事的成熟度、剧本打磨的深度、导演对复杂议题的掌握能力，这些核心能力还是需要时间积累，需要整个工业体系去提升的。豆瓣上就有人感叹说，有了平台和尺度，不代表马上就能出神作，这背后反映的其实还是内容创作本身能力的挑战。好了，经过咱们这一番深入的梳理，我们来试着总结一下这篇深度影评它最核心的观点是什么。首先，这部剧的出发点就是那个结合了超自然复活、私刑还有社会批判的那个高概念设定，它的野心和创意是值得肯定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呢，这份野心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并没能完全驾驭好。剧本想装的东西太多了，结果就是焦点有点散，深度也不够。为了追求刺激，搞了很多反转，但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逻辑和人物塑造的合理性。对，顾此失彼了。演员方面呢，三位影后的表演肯定是最大的亮点，他们的投入给角色带来了很强的情感力量。但是剧本层面的一些硬伤，特别是配角塑造和逻辑联调上的问题，还是限制了表演的最终效果。是的，有点可惜。制作上视觉效果达到了国际水准，氛围影样的不错，可是叙事节奏的失衡，还有剪辑上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观看的流畅度和沉浸感。这个是硬伤。所以说，评论给出的最终建议大概是这样：如果你是被这个有点猎奇的设定、强大的演员阵容，或者是那种精良的视觉效果吸引过来的，而且你不介意在看的过程中遇到一些逻辑上的小坑，愿意在里面找点情感冲击，找点能思考的东西，那么《回魂记》值得一看。可以试试。但如果你期待的是一部逻辑特别严密、节奏完美、各方面都打磨得特别好的那种深度社会派悬疑剧，那最好先把期待值调低一点，不然可能会有点失望。把它看成是一部有野心、
时常有亮点，但也结构混乱，也有不少硬伤的作品可能更合适。对，调整好心态。希望咱们这次探讨能让你对《回魂记》以及围绕它的这些讨论吧，有一个更立体、更清楚的认识。这篇评论最后还给了一些挺好的延伸方向，比如说，要是你对私刑正义啊、复仇代价这类主题特别感兴趣，可以找一些日本、韩国或者港台地区的同类题材作品来做个对比看看不同文化背景下处理方式有什么不一样，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哦，这个建议不错。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对剧里稍微提了下的，比如诈骗园区啊、宗教敛财啊这些现实问题产生了兴趣，评论也建议不妨看完剧之后自己主动去搜索相关的新闻报道或者纪录片，补充点背景知识，因为剧集本身确实没把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深入展开。确实蜻蜓点水了，这也引出了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值得咱们留意一下，就是当一个故事它试图融合那么多元素，个人创伤、社会批判、奇幻设定，这些都挺沉重的。那创作者的那个雄心壮志和故事最后变得失去焦点、臃肿不堪之间，那个微妙的界限到底在哪儿呢？这个度很难把握。这或许是咱们在看所有这种复杂叙事作品的时候都可以带入的一个思考角度吧。没错。好了，今天的谈套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次分享对你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和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娱乐、影视和书籍相关的消息。